自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向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到今天2025年11月，中共已经在中国执政了76年。在这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套全球最庞大、最复杂、最强硬的政权系统。它控制了宣传、军队、财政、数据、学校、法院，甚至每一个人的手机屏幕和思想。很多人相信这样的体制不会轻易倒下，但历史早已给出提醒，没有任何一个集权体制能永远维持不变。他们也许不会被推翻，但往往会在某一刻悄然崩溃。今天我们不谈情绪，不喊口号，只用历史经验、制度结构与政权演化的规律来冷静分析中共可能倒台的5种方式。这5种方式不是幻想，不是预言，而是无数集权政权在全球倒台之前曾走过的相似路径。有的从财政崩溃开始，有的从一次公共危机引爆，有的因权力过度集中接班失败，有的在外部制裁与封锁下内部塌缩，也有的是被人民的沉默与集体退出冷冷的抛弃。而中共正在同时接近这5条道路的交汇点，看清他们是如何开始，又可能如何终结。也许它不在今天，但当那一天到来，你将知道一切都早有迹象。在所有集权体制中，最常见也是最具现实性的灭亡方式，不是被推翻，而是自己供不起自己。这就是第一种，也是目前最可能的终局路径。财政崩溃导致精英裂解，导致李斯宁，最后导致程序化更替。这种倒台模式在政治学上被称为分配型集权，权力依靠不断的资源分配，维持内部忠诚和社会稳定。简单讲，有钱的时候一切都听话。任何政权的统治离不开3种资源：暴力资源、合法性资源、财政资源。暴力是短期控制的手段，合法性是长期维持的叙事，但财政才是这2者的能源供应器。对中共而言，财政不仅仅是经济账，而是政治血液系统。这套系统维持着全国1亿多党员，以及数以千万计依附于体制的承包商、国企管理层、城投体系、宣传人员、维稳队伍和退休干部。这些人不是简单的雇员，而是统治网络的节点。他们的忠诚来自稳定的薪资和特权、项目、晋升机会和政治安全，而所有这些最终都需要财政支持。财政稳定意味着忠诚买得起，财政枯竭意味着忠诚开始打折。钱决定镇压者是否还愿意帮统治者中共出手。在中国的财政体系运行逻辑中，表面上是中央统一领导，地方负责执行，实质上是一套依赖高增长的分配型集权经济。这套机器靠3根支柱运转：土地财政、债务财政、转移支付财政。第一根支柱是土地财政。过去20年，房地产是中国财政的心脏，地方政府靠卖地获得收入，用土地抵押融资，再把这些钱投入基建。它创造了土地信贷财政投资的闭环。当房价涨，财政就有钱；当财政有钱，项目就开工，项目开工就能刺激 GDP， 带来更多税收。然而自2020年起，这个循环戛然而止，房企违约，银行息贷，居民负债饱和，土地出让金收入急剧下滑。2023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比高峰期下降超过50%，这是政权的呼吸系统第一次出现窒息迹象。各地政府的直接反应是停薪、缩编、压支出。在中部和东北多个城市，公务员绩效奖金取消，事业单位自筹工资成为常态，地方财政被迫用银行贷款支付教师与医护人员工资，财政缺血开始侵入最核心的官僚中层区。第2根支柱是债务财政。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以地方融资平台、城投公司为主体，通过银行体系隐性举债，这是一种把未来的钱拿来买现在的稳定的模式。10多年里，全国城投平台数以万计，债务规模以年均2位数速度增长。这些债务大多投向了低效甚至亏损项目，高速、高铁、棚改、产业园、城市新区。他们在统计表上贡献了 GDP， 却没有带来稳定的现金流。截至2024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总规模被多家国际评级机构估算超过100万亿元人民币。很多省份进入债务到期潮，开始借新还旧。当中央要求化债时，实质操作是展期、延息、重组，这不是治愈，而是拉长死亡过程。财政在表面上没崩，但实际上已经失血。每年的新增资金越来越多，被用于偿债，而不是发展。财政越紧，债务越大；债务越大，财政越紧，这是典型的自吞螺旋。第3根支柱
是转移支付财政，这部分支出包括养老、医保、社保、教育与维稳费用。在经济放缓和老龄化的双重压力下，它正成为财政的黑洞。根据公开数据，中国的养老金结余在多个省份已经出现赤字，部分地区的养老金支付依赖中央拨款托底。与此同时，医保基金支出不断扩大，地方医疗体系改革拖延，基层医院与诊所的财政压力传导到医护群体，他们不是反叛者，却是最早察觉系统失衡的人。社会财政一旦崩溃，不是群众暴动，而是中层阶层的不再稳定。那些原本相信体制能养人的人，开始发现体制也养不起自己。财政问题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因为财政在集权体系中承担了收买、安抚、恐吓、奖励的全部功能。当财政链条断裂，4个连锁反应会依次出现：先是组织裂解，基层干部冷执行，上级下令无效，政策只留痕不落地；维稳、统计、舆论、信访等部门出现任务过载、激励不足现象。然后权力内卷，各级官僚为保生存，开始以罚代税、以抓代管，权力寻租加剧。维稳预算成唯一增长项，治理逻辑从花钱解决转向用高压压制。再然后合法性崩解，民众开始失去对国家的信任。我不信你能解决问题，只怕你制造问题。这种情绪在中产与体制边缘群体中最早爆发，最后导致精英分裂。高层派系围绕财政资源重分布展开权力博弈，谁来承担债务，谁消预算，谁保就业。政策变成经济生存战争，而非战略治理。从国际经验的苏联与印尼的前车之鉴来看，苏联1985年到1991年的解体正是这条路径的范例。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财政赤字占 GDP 比重超过 9%， 军工体系吃掉预算的一半，社会福利开支连年透支。苏联最后不是被推翻，而是财政空转导致政权信用破产。当国家发不出工资，党就失去了控制。印尼1997年到1998年也是如此。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印尼货币贬值，外债违约，财政崩溃。军方与地方精英不再愿意为苏哈托背锅，拒绝镇压学生，政权在合法程序中自行更替。财政危机不是爆炸，而是溶解。一个政府无法支付忠诚的成本，这比战争更致命。在中国，这一过程正在积聚5个临界信号：一、地方财政赤字连年扩大，超过一半省份靠中央转移支付维持；二、项目停摆普遍化，从3线城市到省会，新基建、棚改、地铁项目频繁停工；三、债务滚动重组常态化，展期、借新还旧成为维稳工具；四、体制内降薪普遍化，公务系统、教育系统出现集体失望；五、财政替代维警权，维稳资金不足，转向行政恐吓与信息控制。当财政与暴力的关系发生反转，国家不再用钱安抚，而是用威慑镇压。这意味着统治成本已经高于统治收益，政治学上称之为政权的负收益周期。系统维稳越用力，消耗越快，信任坍塌越深。财政崩溃是最安静、最现实，也是最具毁灭性的灭亡方式。它不会让人惊觉，却会让人一天天失去信任。当钱分不动，官不敢动，心不想动；当忠诚变成负担，服从变成算计，体制不需要敌人，它会自己崩。最终的结局或许不会是一场革命，而是一段平静的播报。某某重要会议顺利召开，相关领导调整职务。就在那一刻，这个政权已经结束，只是还没宣布。这就是中共最可能的灭亡方式：财政断血，系统自融。如果说财政崩溃是中共体制的血液枯竭，那这一种灭亡方式就是它的神经断线。治理危机处置失控，导致安保系统边际退缩，导致精英倒戈，最后导致权威坍塌。这是一个以突然事件为引爆点，以系统不响应为表现形式的内部解体过程。这种倒台模式被称为执行断裂型。当国家机器面对危机时，无法完成统一响应，权力的命令仍在下达，但系统部件已失去执行意愿。所谓治理危机，指的是国家机器面对突发事件时无法完成基本处置，不能统一调度，不能有效解释，不能在时限内恢复秩序，反而加剧混乱。这种危机通常具有3个特征：公众广泛参与，受害从局部问题迅速变为全民性焦虑，信息高度透明，难以掩盖，通过社交媒体、短视频与人口流动迅速扩散，对体制的信任造成结构性打击。不是出事了，而是你居然处理成这样。比如中国过去发生的真实案例：新冠疫情早期，2020年在武汉，
政府持暴、误导、打压吹哨人，引发全国范围恐慌。2021年，荷兰郑州水灾，地铁淹水死亡，死亡数据瞒报，应对混乱，严重打击公众信任。2022年，新疆火灾引发的乌鲁木齐抗议，封控加应急封堵导致救援失败，激发全国白纸抗议。这些事件都显示出，一个治理体系一旦丧失有效处置重大事件的能力，它的合法性将迅速消耗殆尽。但是，为什么说危机本身不足以对中共致命？这是判断失误的常见陷阱。很多人以为只要出了大事，政权就会崩，但全球经验显示，危机不是毁灭的充分条件，只有当体制无法应对时，才变成致命打击。对中共而言，它过去能顶住无数危机，是因为以下3点：一、强力动员系统仍在运作；二、舆情可以短期压制与改写叙事；三、安保系统具有超强执行力，能在极短时间内压平表面。然而，当这些缓冲机制都失灵，真正的问题就来了。所以，我们必须理解，在强控制国家中，社会抗议能否成功，关键并不是上多少人，而是警察愿不愿意出手，书记愿不愿意背锅，系统愿不愿意顶雷。什么是边际退缩？不是集体反水，而是默契不执行；不是主动反抗，而是冷处理加慢动作加低风险原则。它的真实动因不是理念，而是组织算账。为现在这套体制继续冒风险，是否还值得？关键行为特征：前线临阵换人，发生重大抗议前突然调岗请假或换队长，依法依规执行，不主动出击，不升级强度，不承担额外政治责任。多级机构间互相推诿，中央命令传不下去，地方口径彼此冲突，责任不落地。执法录像穿戴记录异常增多，系统开始自保性记录，表明内部不信任上级。这时你会看到一个诡异现象：人还在，制服还在，调度还在，但指令开始变得软。这不是投降，而是组织性自我切割，拒绝继续为政治失误兜底。所以，一旦出现上街加退缩，局势逆转极快。群众上街不等于胜利，但上街加上层不统一加执法边际退缩，就是政权最危险的组合。历史上类似场景发生的非常典型。1989年东德时期，莱比锡每周一游行持续扩大，国家安全部开始对是否镇压态度模糊。胡内克被党内程序合法撤职，一夜之间东德开放边界。2010年至2011突尼斯时期，年轻人自焚引发连锁抗议，军警在几个城市开始不主动清场，本阿里政权在不到1个月内垮台。1991年苏联3巨头政变失败时期，克格勃和军队不愿对莫斯科民众动手，政变失败，政权合法性丧失，几个月内苏联解体。这些都说明了一个规律：政权崩溃的触发点不是外部攻破，而是内部主动停手。在中共特有结构中，为什么这一路径正在形成？中共政权的结构有其独特性，它是一个高压力、高指令密度的垂直官僚体制，它要求每一级都服从而不质疑，同时又承担全部执行责任。过去靠晋升通道加财政补贴压住风险，现在这2样都在萎缩。在当前局势下，以下4种信号正在累积：社会治理领域出现，城市基层出现只登记不管控，只备案不处理；官僚系统进入自保状态；舆情控制领域出现，同一事件多版本口径反复，删帖效率下滑，舆情系统压不住风险，协调失灵；公安系统领域出现，执法记录仪使用率上升，干部离职潮，待遇下调，安保体系进入保自己模式；组织语言领域出现，更多强调讲政治，纪律第一，不得甩锅，上层对中层下滑有明确感知。这些信号表明，官不为的危机比民不满更致命。所以，与第一种财政崩溃程序更替不同，这一种方式的结局更像是一次危机中清场式换人，过程往往急促、临时、合法外观，但本质断裂。因此，中共可能的第2种灭亡方式不是街头推翻，不是打不过外敌，而是当一次治理危机发生时，系统内部悄悄做出一个决定：我们不再愿意为你扛了。指令还在，但响应消失；安保还在，但执行降级；政权还在，但权威死去。群众不一定在喊推翻，但体制以无人响应为耻，最终呈现的是一种制度外观维持实质更替的状态，表面风平浪静，内部则彻底换了剧本。如果财政崩溃是钱的危机，治理失灵是能力的危机，那么这一种灭亡方式则是结构的危机。当权力过度集中于一个人，而制度性的接班机制被拆除，整个国家机器就变成一个单点故障系统。任何一次意外健康、失误、内部清洗、
突发事件都可能让系统瞬间断线。权力过度个人化导致接班失败，导致精英真空，最后导致系统断裂。这种政权倒台现象在比较政治学中被称为个人统治型政权的继任陷阱。权力越集中，接班越脆弱。一旦强人缺位，体制瞬间失去方向。不是国家死于敌人，而是死于没人能接班。在政治学中，接班问题被称为集权体制的终极难题，因为独裁政权最大的优势——决策集中、执行迅速，恰恰也是它最大的隐患——继承难以制度化。政治学界有研究表明，在全球200多个集权政权中，超过2/3的崩溃都与接班失败或个人化权力危机有关。这类体制往往在强人当政时看似坚固、效率惊人，但在权力传递节点上出现政治真空，导致全系统崩解。斯大林、毛泽东、卡扎菲、扎韦斯、苏哈托、金日成这些案例都呈现出同一规律：当政治合法性完全绑在个人权威上时，一旦权威失效，整个体制的命脉也随之中断。当然，中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对自身的危机性，所以在上世纪90年代至2012年之间，中共曾尝试建立一种有限制度化的集体接班机制，高层权力周期固定，领导人任期明确，隔代指定制度，为接班人提供过渡期，政策延续依靠党内共识与常务委员会制度。这套安排曾让外界认为中国的集权体制是可自我更新的。然而，自2018年起，随着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被习近平取消，中央机构改革强化领导核心地位，党务凌驾于政务之上，接班制度被实质性拆解。过去的中共是一个集体统治技术官僚联盟，现在的中共更接近于领袖意志绝对服从体系。这意味着国家的政治稳定与个人的身体健康、情绪状态、决策喜好等个人意识形态直接绑定。而当中共最高权力过度个人化，将直接导致3个后果：一、政策纠错机制消失。在集体领导时期，决策需要常委合议，不为反馈。现在信息上行过滤层层加码，官僚只报想让上面听到的，最终决定权由最高领导人一人直接拍板。错误不再能被及时纠正，而是积累成系统性风险。例如，政策一刀切频发，不敢忤逆最高领导人的决定，因此地方不敢根据现实情况灵活调整，只能机械执行。事件反复打脸，上级决定经过事实验证是错误的，但没人敢说真话。风险处置延迟，没人愿承担第一报告责任。隐瞒谎报成为官僚内部常态，这意味着国家机器还在动，但感知世界的神经断了。2、权力恐惧循环，忠诚被无限放大。当权力中心只信任个人忠诚而非制度忠诚时，整个政治空间就会出现恐惧循环。上级不信任下级，下级害怕出错，丢掉官位与权力，人人自保。结果是官员集体谨慎思人，只会服从，不敢创新。政策执行出现严重延迟与扭曲，大规模清洗成为维持权威的常态化手段。这种环境下，人事稳定性降低，组织粘性瓦解，风险沟通完全阻断，表面高效，实则高危。3、继任的不确定性，真空期与竞争性内斗。接班问题越不透明，潜在继任者之间的权力竞争越提前、越隐蔽、越危险。历史上，这种竞争往往以忠诚表演、肃清前任势力、政策摇摆呈现。而在中共内部，随着纪检与组织系统完全服务于个人意志，任何潜在的备胎都不可能自然成长。最终，体制可能面临3种接班真空：生理真空、健康意外、突发事故或行动能力丧失；政治真空、决策反复、权力中心模糊，派系开始二线观望；继承真空，没有合法指定接班人，党内陷入路线不确定与忠诚竞赛。从全球经验验证来看，接班失败是集权崩溃的主要路径之一。最典型的接班型崩溃案例包括1953年苏联斯大林去世，接班人斗争导致肃反与路线摇摆，体制短期瘫痪。1972年西班牙佛朗哥去世，体制依附于个人意志，一死即崩，转向君主立宪。1997年到1998年印尼苏哈托晚期，家族化权力体系在经济冲击下被军方抛弃。2011年利比亚卡扎菲指示接班失败，军政集团内讧，政权瞬间瓦解。规律非常一致，个人化统治能延长体制寿命，却必然以制度接班崩溃为终局。所以映射到中国现实中的潜在引爆点有4点： 1、领导人身体与年龄结构风险。当核心人物超过7旬仍不设接班机制，任何健康波动都可能触发继任危机。2、
派系压制导致潜在真空，派系全面清洗后，体制内已无足够政治分量的继任层，一旦出现权力空档，必将导致高层竞争与安全系统戒备。3、核心意志路径依赖加深，政策高度集中化，机构职能被重新整合到领导小组体系，这意味着整个国家的决策与信息流都绑在一个中枢上。4、对外环境的不可预测性，若外部冲突或经济危机与内部接班真空叠加，将形成复合断裂，届时精英集团为自保，可能选择软政变式更替或内部协调接管。这种个人接班崩溃的形态，不像暴风骤雨，更像一场断电，所有灯还亮着，但电流已经断了。在短期内会出现极端的信息封锁与谣言，各部门、军队、地方开始自行其事，等待信号。一部分权力核心以确保稳定为名，建立临时指挥机构，新的领导人或集体宣布继任决定，同时致敬前任，外观上延续合法性，实质上完成了一次权力断层式的制度更替。这一过程在表面平静下，往往伴随核心政策暂停、媒体沉默、高层密集会议、外部外交活动突然停滞。所以，当一个国家的运行逻辑从制度化共识退回到个人意志，权威的每一次巩固，都是在掏空继任的可能。就算是强人的长治，也并不等于国家的长安。当全党、全军、全国都只听一个人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在为那个人的离开准备一场不可逆的政治真空。这就是集权体制的宿命，不是被敌人推翻，而是被自己无法交棒的权力困死。如果前3种灭亡方式是体制内部出血、失灵、自毁，那么这第4种方式是一次外力推门，并非致命一击，但让体制在脆弱时撑不住，加速崩解。外部制裁、战争封锁导致内部资源枯竭放大，导致群体焦虑加精英观望，最后导致高层转向或政权更替。这是最具地缘政治色彩的路径，也最容易被大众误解为国家被打败或外敌推翻。但事实是，大国集权政权极少，因外部冲突直接崩溃。真正的崩塌往往是外部打击叠加内部困境，形成临界点。这种机制被称为外压放大型崩溃。外部制裁、脱钩或战争不会直接摧毁政权，但会把内部财政、信任与合法性危机同步放大，不是被打败，而是被拖垮。外部冲击型崩溃，它不是单纯的战争失败或遭遇制裁，而是外部压力对一个本已不稳定的政权结构起到加速解体的作用，表现为3种典型的外部冲击形式。1、经济制裁、技术封锁、高科技产业、能源、金融等关键领域的切断式打击。2、贸易脱钩、产业链撤出、全球资本撤离、订单流失、外汇储备贬值压力。3、军事冲突、战争升级、台海开战、南海冲突、边境摩擦导致资源转向军备开支。这些冲击单独看并不必然推翻政权，但他们在体制、财政紧张、官僚失灵、社会信任耗尽的背景下起到的作用就不是影响，而是诱发裂解。国际历史经验已经告诉我们，外压加内耗是如何引爆解体的，所以我们必须回到一些关键历史节点，才能看清它的组合机制。1979年至1991年苏联时期，外部冲击入侵阿富汗，引发西方全面制裁加军备竞赛，拖垮财政；内部脆弱，财政入不敷出，民族问题失控，党内改革分裂。结果不是被美国打败，而是内部精英集体认定撑不下去，主动解体。1982年阿根廷时期，外部冲击，福克兰战争发动失败，内部状况，军政府统治合法性已低，经济恶化，政治压抑。结果，军方主动放弃政权，转向文官政府，独裁体制终结。1978年至1979年伊朗时期，外部制裁，美国冻结资产，切断武器供应；内部爆点，油价冲击，通胀飙升，青年宗教动员。结果，军队倒戈，巴列维王朝被取代。这些案例说明，外部冲击本身不足以致命，但一旦体制已疲软，它会扮演催化剂或终结隐性角色，映射到中国现实中外压内摧的格局正在构建成型。中美科技脱钩，从贸易战到系统性产业链拆解，芯片、AI、量子通信、超级计算、生物科技等高科技领域被系统封锁，先进制程依赖欧美设备，供应链卡脖子问题爆发，企业被制裁，金融审计脱钩，外资 IPO 中断，技术资源与金融资源双断裂。结果，科技体制失去增长方向，国企效率下滑，民营企业家集体退场或外迁，外资信心断裂，资本不投了，人才要走了。
苹果、三星、英特尔等高端制造商陆续启动去中国化供应链，东南亚、印度、墨西哥成为新工厂首选地。本地市场消费下滑，出口与投资三驾马车陷入同步熄火，外资撤离叠加青年高失业率，形成双重逃逸结构，资本出逃加人才流失，战争威胁与战略资源焦虑，台海问题的军事部署升级，外界普遍预期战争风险窗口已开启。地缘冲突下，国际对中国的正常化合作模式瓦解，全面朝风险对冲转变。与此同时，中国自身加大军备支出，挤压民生与发展财政。这种局势下，政权必须做出选择：保持控制还是保住增长？稳定国内还是对抗全球？而内部系统在外压下的表现已出现3种断裂：一、财政断裂加速，战略安全支出上升，外贸下行，出口退税与保就业政策掏空中央，本已吃紧的供养体系进一步塌缩，地方财政全面入冬。二、信任断裂放大，外部压力越强，政权自信姿态越硬，但民间信心反弹越弱，房产、就业、养老金、移民等问题成为中产与年轻人彻底躺平的导火索。三、精英裂解出现分叉，面对对抗 PK 变通的战略路线分歧，高层可能出现内部妥协路线主张，一旦外部压力转化为统治风险，部分精英将选择转向式清场，这将导致可能的终局方式急转路线或外压式逼宫。急转路线，领导层借外部压力启动国内全面经济再聚焦，更换部分执政核心，以展示路线纠偏意图，强化稳定优先、控风险逻辑，企图维持国内控制力。外压式逼宫，若爆发重大外交失败、战争危机，制裁打击。安保系统与党内精英出现不愿陪葬倾向，最终以一次合法清场、战略转型为由，更换核心领导或战略团队。这2种路径都是表面合法、实质断裂的政权更替方式，不由革命发生，却由压力推动；不靠投票完成，却因系统无法承压而自然演变。此方式虽不如财政崩溃或接班断裂来的内生，但它的加速器作用非常真实。什么时候最危险？当外部压力上升，恰好碰上国内财政吃紧加官僚观望加群体焦虑放大。当爱国主义叙事开始遭遇物价上涨、失业上升、货币贬值反噬，当体制精英内部开始出现是不是该止损的分裂声音，这时候一场外部强压事件就可能成为系统政治重组的最后推手。在自身已疲软的状态下，外部冲击成为最后一根稻草，不是被战胜，而是无力应战；不是被制裁垮台，而是因制裁无法维持内部秩序；不是被动投降，而是主动割席止损。最危险的不是敌人强，而是你自己弱的时候遇到强敌。这就是外压型政权崩溃的真相，不是亡国，而是亡政。最后一种灭亡方式，不是因为资源枯竭，不是因为接班失败，也不是因为外部打击，而是因为压得太狠，控得太紧，结果反而把社会的信任、防线、合作意愿全部压碎。最终政权在一场无声但彻底的集体性退出与沉默中瓦解。高压治理极限导致群体性失望，与情绪反噬导致官僚执行断裂，加安保系统退场导致群体性共振引爆，最后导致精英割裂、政权失控。这是一个最难预测、最难防御，也是最难恢复的灭亡路径。这种倒台结构在社会学上被称为沉默型瓦解。民众不是反抗，而是退出；不是喊口号，而是断联。当社会集体选择沉默，政权的掌声也就没有了回音。这就好像你是个将军，拥有100万军队，表面形式上还是你的兵，当真有战争，几乎所有人不理睬你，像个局外人，甚至像回到中国历史的以前，八国联军侵华，清朝百姓给外国军队扶梯子指路，几乎所有人从内心就不认可现有的政权。一旦有一股强力号召革命，一部分人看戏，一部分人响应，几乎所有百姓不会帮现有政权抗争。集权体制之所以能长久维持，是因为它能用适度高压加经济补偿维持民众服从。但当经济增长放缓、财政不足、社会矛盾激化时，政权通常会选择提高压力阈值、放大惩罚信号、强化统治意志。这种路径在短期确实能维稳，但它会导致4个深层问题：一、情绪高压，群众长期处于信息压制加表达、封锁加动荡恐惧中，形成怨而不敢言的蓄压词。2、行为退场，青年不生、不婚、不考、不创业，社会逐步自动熄火。3、结构性冷感，官僚系统内部也在情绪退化，只执行不思考不参与。
4. 信任他方，政权与社会间的契约被打破，我对你好，你配合我的互信循环崩溃。这就是高压体制的最大悖论。统治力越强，社会粘性越弱。自中国新冠疫情时期，2022年白纸革命抗议之后，中国社会进入集体性沉默期。一方面，政权突然无征兆地放弃清零，信号混乱，处置失能，造成公共恐慌；另一方面，政权加大对参与者的打压，对表达的审查，让原本的共识空间消失。这场事件有3个长期后果：集体表达渠道断裂，人们学会闭言、闭路、闭群，舆论不再发声，愤怒转向沉默，体制性幻灭传播，中产小镇青年、知识分子同时失去对国家未来的信心，政治恐惧社会成型，所有人知道哪里是红线，谁在消失，说什么会出事，最终形成一个自我审查到连沉默都变成危险的社会氛围。从苏联晚期到东欧、突尼斯、伊朗，所有的巨变前夕都有一个共同点，不是抗议多，而是群众在公共生活中集体性消失。在现代数字集权下，群众其实很难通过暴力或组织推翻政权，真正能动摇政权的是他们的沉默、躺平、退出、不合作、不服从、用脚投票，这叫做结构性失联。教育系统出现空心化，学生不信教育有未来，教师把教育当生意，就业市场出现冻结带，毕业即失业，跳槽即降薪，内卷与代工同时发生。婚育系统濒临解构，2023年出生人口历史新低，结婚率与生育率双破底，资本结构去风险化，中产不投资，开始移民，不买房，不扩张，企业家集体能跑则跑，区域治理沉沙化，地方维稳为先，治理任务形式化，只留痕不解决问题。所有这些都不是造反，却都是退出。当多数人选择退出，政权将面对无人响应的治理真空。而从历史经验来看，这种灭亡方式通常非常突然，其引爆点往往不是大事，而是一个细节触发了沉默者之间的共鸣。比如典型案例，1980年的波兰造船厂工人罢工，变成全国团结工会崛起；1989年的东德火车站移民潮，边界一夜之间崩塌；2010年的突尼斯青年小贩自焚，引发全国抗议与政权崩溃；2022年的伊朗女生头巾执法死亡，点燃全国女性反抗情绪。在这些国家，政权一开始强硬、压制、封锁，但压得越狠，反弹越强烈。当群众意识到继续沉默也无法自保，就会从躺平转向对抗。而一旦群体感知到对抗的风险不再比沉默高，崩溃就会发生的比所有人想象的更快、更广、更不可逆。那么，中国的高压反噬结构是否已经成型？答案是正在构建，尚未临界，但危险信号正在并列出现。舆论领域当前特征：全面风控，关键词管控升级，个人被连坐，导致人群退回私密空间，公共讨论死亡。教育领域当前特征：高考式淘汰，不再带来社会上升，导致青年失去向上通道，价值观冷却。就业领域当前特征：青年失业率真实数据取消发布，而数据消失不等于问题解决。焦虑溢出。婚育领域当前特征：生育率低于1，全球最低之一，体现出大家对未来无信心，家庭结构主动退出。财政领域当前特征：地方欠薪，养老金吃紧，导致老龄与地方政府成为冲突地带。安保领域当前特征：微型强压体系遍布社区、平台、校园、企业，让恐惧感传播到每一个人的生活细节。这些信号的共同特点是：广泛但沉默，隐性但不可逆。如果未来真的沿着这条路线发展，最可能的场景如下：一次看似小的社会事件，执法失误、审查过度、误杀极端政策，引发群体愤怒； 2. 社交媒体与现实生活中同时出现我也不想再忍的情绪共振； 3. 体制内部中下层干部、安保、地方官员出现消极执行，不愿背锅，协同失效； 4. 政府发现越压越烦，高层内部开始分裂，该继续压还是换路； 5. 一部分精英主动清场，推举替代路线或新人物出面稳局； 6. 旧的权威叙事被抽空，合法性链条断裂，政权进入看似存在，实则终结的状态。这一过程可能没有打斗，没有革命口号，但在事后回看，每一个人都知道，那一刻国家已经变了，对现有政权从失望到绝望，这个政权已彻底与我无关，不想主动与他有任何瓜葛。自己仿佛像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外国人。中共的第5种可能灭亡方式，不是来自上层精英，不是来自外部打击，
而是来自他长期统治的对象，人民自身的主动退出与信任瓦解。它不是暴力型的，不是组织化的，不是口号式的，而是寂静的、冰冷的、无声的。政权的合法性不是被推翻，而是被抛弃。统治不是失去战斗力，而是失去回应。社会不是造反，而是断联。政权的终结不一定是在掌声和呐喊中，有时候它是在沉默和背影中发生的。视频到这里，我们已经讲完了5种中共可能倒台灭亡的路径： 1. 分配型威权倒台灭亡路径； 2. 执行断裂型倒台灭亡路径； 3. 个人统治型政权的继任陷阱倒台灭亡路径； 4. 外压放大型崩溃倒台灭亡路径； 5. 沉默型瓦解倒台灭亡路径。每一条路径看似不同，但深层逻辑是一致的：制度僵化、合法性流失、社会信任断裂，最终引爆系统性坍塌。有些人会问，中共真的会倒台吗？这是一个错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以他目前的治理模式、结构惯性和外部困境，他还能稳住多久？会以哪种方式解体？在全球所有长期集权政体的历史中，没有一种能长久维持下去，没有一种能靠压制与审查实现永续稳定。所有看起来无比坚固的政权，最终都是从内部溃散，而非被外敌打败。中共的体制是一面镜子，照出的是现代国家如何在制度失灵中自我瓦解。合法性不是靠口号，而是靠回应人民的能力。一个体制可以靠恐惧维持秩序，却无法靠恐惧赢得信任。当人民不再参与，政权就已经失去存在的基础。不要被庞大的宣传机器吓倒，历史从不提前通知崩溃的时刻，但当它来临时，每一个人都会知道，原来那一天其实早就埋下种子。那个倒下的系统其实早已病入膏肓，它不是被推翻的，它是自己站不起来了。中共的灭亡是天道规律注定，更是造物主创造人类的人性规律注定。现在大家唯一要注重的核心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充分准备来迎接一个新时代的政权？是继续成为新政权的奴隶，还是新政权的主人？新政权真的是为保证所有中国人利益而新生的吗？还是另一场只为争夺功名利禄的惊天阴谋，利用中国人抗争来满足少数人的私欲，把他们带进去另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这就要看我们怎么准备来应对一个更具挑战和机遇的未来。你们真的准备好了吗？还是把自己的命运交给随波逐流？无论什么样的结局，你们都逆来顺受，只在历史上留下抱怨和悔恨。